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把退休金玩出了新花样的新加坡。新加坡，一个以繁荣与秩序闻名的国家。大家印象中的新加坡，也许是那个低税率、高效率的地方，也许是那个富得流油的花园城市。但你知道吗？这片土地上有一个说法特别流行，新加坡总理退休后领的养老金，听起来是不是既让人羡慕，又让人好奇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呢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就从所谓的全民平等聊到这个养老制度背后的隐藏真相，还有到底为什么新加坡街头有那么多老人，就算到了80岁甚至100岁，还依然在努力工作。如果找到答案了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是这个制度真的优秀，还是另有隐忧呢？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解锁第一部分。第一章，退休金基数相同的假象。新加坡总理和清洁工领一样退休金的说法广为流传，但它只是一种表面的数字游戏。新加坡的退休金制度核心是 CPF。简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存自己的钱养自己的老的机制，完全和税收无关。这套制度有3个主要账户，一是普通账户，用于住房、教育和投资；二是医保账户，专门由你的积蓄缴医疗费；第3，也是最核心的，就是退休账户。而且各种缴费比例是固定的，比如在55岁以下，员工得拿出工资的20%，雇主再补贴17%。所以清洁工和总理虽然缴费比例一模一样，就连存退休账户的工资规则、分配算法都是统一的，但是总理的退休金真的是跟清洁工一样吗？显然不是，这只是数据的假象，并不意味实际领取额的平等。那我们不禁要问了，同样是缴中央公积金，退休后的保障怎么差这么多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深究。第2章，强制储蓄与多存多得的实质。刚刚讲到新加坡的 CPF 积累差距，那它还有个隐藏规则，也是争议的核心，强制储蓄加多存多得原则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来通俗讲一下新加坡的养老钱到底是怎么翻倍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每个月存上1块钱，坚持20年在公积金账户里面，这笔钱可能会自动变成7块3。为什么？因为资金产生了所谓的储蓄利息以及时间的复利效应。但问题来了，工资越高的人存得越多，这就导致越富的群体拿到的利息也是翻倍的。其实严格算起来，这种方式还是有别于传统的养老保险。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采用的叫现收现付制，也就是让年轻人缴税为老人养老。而新加坡呢，它走的是一个自助养老路线，你存的钱全靠自己，别人1分也帮不了你。也正是因此，这种模式很容易催生阶层固化，高收入者退休后光靠存款利息就能活得很滋润。第3章，分级制度与不同标准的真相。好，讲到这里呢，还有一层很重要的细节，那就是退休金本身也有分级制，即便同样是全民养老，钱还是分档次的。根据新加坡官方标准，退休金制度主要分这么3个档次：一 BRS， 也就是基础存款，2025年标准是账户里存满106,500新币就行，每月领930新币；二 FRS， 全额存款，标准是213000新币，每月可以领1730新币；三 2S， 这是真土豪级别，超过426000新币，每月能领3330新币。乍一看，是不是觉得这个设计很聪明？你存的越多，拿的越多，但现实是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连最基本的 BRS 都很难达标，所以最后只能依靠最低档次的基础补贴生活。第4章，80岁不退休，新加坡老人依然拼搏的原因。讲到新加坡退休金这个话题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让人既敬佩又感慨的现象，有些新加坡老人即便到了70、80岁，还在街头辛勤工作，一是为了给后代留点遗产，二是靠工作来满足多存多得的退休金规则，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。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数据，超过25%的新加坡老人在65岁以上仍在工作，这是全球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其实能够让高龄老人继续工作，新加坡政府确实下了不少功夫。例如退休年龄政策，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3岁，但政府鼓励企业返聘员工至68岁，有些老人自愿选择再工作更久，比如70岁以上，甚至终身服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就业培训与补贴、企业税务支持等。但不可否认，老人工作的背后也反映了新加坡养老制度的一些隐忧。虽然政府制度鼓励自力更生，但并没有严格防止低收入人群的晚年贫困问题，这导致有些老人不得不为了攒够养老金而持续工作。第5章，新加坡养老制度的核心价值与反思。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曾多次公开表示，新加坡的养老制度是为了实现帮助人民更好退休的核心目标。他坚信通过 CPF 这种储蓄机制，个人奋斗能与晚年的保障深度绑定，让每个人都有向往更好退休生活的动力，而不是单靠政府或他人。其实，新加坡的养老制度被誉为全球最模范的亚洲特色体系。
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地为每个人创造存储未来的机会，但同时，公平也意味着要靠自己争取，而非依赖社会福利。这种逻辑在许多大国的养老福利体系中是完全不同的。今天我们从全民平等的退休金假象聊到了新加坡的多存多得规则，也分析了老年人工作和政府政策的多面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希望养老方式更鼓励个人积累，还是更偏向政府接手？你会选择退休后享受平静生活，还是像新加坡老人一样继续拼搏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。